这两台车有一台会让你每次从地下室开上来都觉得自己这200-300万花的超值，决定做的真聪明，但另外一台很有可能在你交车开满3个月，第一次进场之后就开始让你怀疑人生，上 PTT 发毕业文。最扯的是，现在全台湾大多数的买家盲目跟风，最后都买错了。没错，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正面对决2026年款的宾士 Mercedes-Benz GLC 和 Lexus RX。这两台绝对是台湾路上能见度最高，号称科学园区制服车与好爸爸标配的豪华中大型 SUV。在台湾，这两台的基本款外汇或总代理办到好，大概都落在200多万到300万上下。开出去不止外观有面子，车头那颗三芒星或是纺锤形水箱护罩，去好事多停车还是回中南部过年，亲戚邻居回头率都极高。但是只要你去翻开台湾车友社团的真实评价，就会发现这两台车的造车哲学完全是两个极端。这取决于你是注重开在路上的吸睛度与操控感，还是你根本不想花时间跟保养厂跟车商赌人品。根据台湾的生活用车习惯，其中一台绝对是你的本命车，另一台可能就是你的噩梦。所以今天我们不讲国外那些虚无缥缈的数据，直接贴合台湾车友的认知，从外观与内装质感、台湾日常塞车的科技配备、车友最陡的动力可靠度、后座载家人的实用性，还有最后最现实的台湾二手残值与车价，全方位帮你拆解。看完这支影片，你绝对不会当冤大头，心里会完全有数，到底该签哪一台。接下来我们直接从这两台车的外观设计开始聊起，毕竟外表对大多数人来说真的很重要，这没什么好不好意思承认的。当你今天花了200-300万台币买一台车，你当然会希望它开进科学园区、高尔夫球场或是信义区百货公司停车场的时候，看起来是体面且帅气的。2026年式的宾士 GLC 走的是一种非常精致利落的欧系都会风。宾士这次在 GLC 的车身线条上做了更多雕琢，你可以看到侧面有非常紧实的折线，搭配宽幅的水箱护罩，两侧则是向后延伸、眼神锐利的薄型 LED 大灯。整台车的轮廓看起来很有运动感，但又不会显得太过张扬。台湾很多车评和 PTT 网友都开玩笑说，宾士 GLC 根本是豪华休旅车界的万人迷。它之所以这样设计，是因为这台车在台湾乃至于全球都是主力通吃款，所以它的外形必须符合男女老少的审美观，绝对不能太前卫、太挑人看。这个策略在台湾超级成功。GLC 看起来就是很有高阶主管的贵气，非常现代感。但换个角度看，网络上也有不少乡民会酸说，这一代的 GLC 改的有点太保守、太打安全牌了，甚至满街都是外汇车，看起来稍微有点视觉疲劳，像是在极力讨好每一个人，反而少了一点惊艳感。反观2026年式的 Lexus RX， 他才不管你会不会被他吓到。Lexus 这次完全走一条截然不同的路。车头那组招牌的 L-shape 的渐行日行灯辨识度极高，搭配面积大到不行的纺锤型水箱护罩，车身满是充满张力与肌肉感的锐利折线。在台湾的 Mobile 01或是车友社团里，大家对 RX 外形的讨论度一直很高。Lexus 这样做是故意的，他们就是要让你大老远在好事多停车场的另一头一眼就能认出这是一台 RX， 在路上绝对不会跟其他制服车搞混。老实说，台湾很多低调的老板、医生或科技新贵真的很买单， RX 确实看起来独树一格，霸气十足。但这种大胆的设计在台湾网友眼里也非常两极化，喜欢的人觉得它充满日系职人的前卫设计感，不喜欢的人就会喷它车头长得太像鬼面猪，太浮夸。所以在外观设计这一关，宾士 GLC 胜在大众审美与优雅精致。如果你想要一台开出去大家都认同，绝对不失面子且挑不出毛病的帅车，选 GLC 就对了。 Lexus RX 则胜在强烈个性与高辨识度。如果你想要在满街的休旅车中脱颖而出，而且不在乎网络上乡民对它外形的主观评价，那 RX 会是你的菜。这部分就是最有趣的地方了，这两台车的内装体验简直就像是生活在两个不同世纪的人写出来的，而这往往也是台湾买家最后决定掏钱的关键。我们先来看宾士 GLC， 它的内装完全是围绕着那套 M-Box 系统打造，一坐进去 12.3 寸的数位仪表，加上中控台那块 11.9 寸带点斜度的垂直触控大萤幕，整个仪表台营造出一种悬浮极具未来感的视觉效果，车舱内摸得到的地方都是软质皮革，搭配真的金属饰条。如果预算够，选配了那套高档的 Nappa 真皮座椅，坐在里面的豪华感和虚荣心真的直接拉满。宾士之所以把内装做成这样，就是为了让你觉得自己坐在科技的前端，而且它的语音控制系统，坦白讲是目前市面上少数真的好用的系统。你只要说一声嘿宾士我有点冷，车子就会自动帮你调高温度，你完全不用
在选单里点来点去，像台湾夏天热爆、冬天遇到寒流这种不用动手就能调整的便利性，是你每天开车出门都用得到的超实用功能。不过 GLC 的内装也不是没有缺点，因为它几乎把所有的实体按钮都取消了，通通塞进那块大荧幕里。台湾很多习惯传统界面的车友或是家里的中高年长辈，一开始坐进去真的会摸不着头绪，那个学习曲线非常高，而且因为荧幕位置比较低，你在边开车边点选单的时候，眼睛视线必须稍微往下移，这在台湾车流量超大，随时有摩托车钻出来的市区道路上，其实有一点分心。反观2026年式的 Lexus RX， 它的顶级版本直接给到超夸张的14寸触控大荧幕，尺寸比宾士还要大。但最在地、最贴心的是，它的界面非常直觉，好上手。Lexus 很有骨气的在荧幕两侧保留了实体的旋钮和快捷键，你不用一边开车一边在数位选单里像是捞针一样去找冷气温度或收音机。这听起来好像是小事，但台湾的用车环境大家都很清楚，塞车是日常。当你在台湾市区塞在车阵中，想要调个风扇速度，直接右手伸过去转一下实体旋钮，那种踏实感和安全感绝对比你在荧幕上滑来滑去按错还要重新回上一页好太多了。 Lexus 为什么坚持这样做？因为全台湾的 RX 车主，不管是竹科工程师还是低调的大老板，回馈给原厂的意见通通一样，日常实用跟安全绝对比看起来科技酷炫更重要。而且 Lexus 还有一张王牌，就是他们家高阶版标配或是可以选配的 马克莱文森顶级音响。这套音响在台湾车友圈简直被捧上天，号称是同级车里最强的移动音乐厅。再配上 Lexus 本身出名的车式隔音，下班塞在环东大道或国道1号上，把音乐打开，外面的世界完全与你无关。 RX 的车舱质感一样极高，有日本职人的实木饰板和高质感皮革，但比起宾士那种夜店风的夜光前卫，RX 带给台湾车友的是一种温暖，像回到家客厅一样的熟悉感。所以内装到底谁赢，完全看你的个性和用车习惯。如果你追求的是前卫科技、极致奢华的吸睛设计，坐在车里要让朋友妹子一开门就惊呼，那绝对选宾士 GLC。 如果你呢要的是每天通勤好照顾、好上手、按钮好按，而且想要一组神级音响来陪伴你度过台湾的塞车日常，那大荧幕又贴心的 Lexus RX 才是你的本命车。台湾总代理最主力贩售的标配 GLC 3004 Matic 搭载 2.0 升直列4缸涡轮增压引擎，拥有258匹马力和 40.8 公斤米的扭力，搭配9速手自排变速箱。这台车0-100加速只要 6.2 秒，国外0到60英里约 5.9 秒。以一台这种中大型豪华休旅车来说，在台湾开国道要超车爬林口坡或三义坡，那个力道绝对是随踩随有。而如果你想看最厉害的黑科技，那就是插电式油电混合版 FAV 的 GLC 350E。 它在原本的 2.0 涡轮引擎外加了一颗大马达，综效马力直接喷到313匹，扭力来到恐怖的 56.1 公斤米。最扯的是它配备了 24.8千瓦 H 的大电池，美规纯电续航换算下来，日常通勤可以跑差不多100多公里。台湾外汇自办车友的真实实测，很多家里能装充电桩的竹科工程师或台北通勤族买了 GLC 350E 之后，都在社团炫耀，我上下班来回40公里，全程开纯电，开了半个月，一滴汽油都没用到。有电动车的起步爆发力，又完全没有纯电车的里程焦虑。不过台湾一般买家买 GLC 300时，在 PTT 车版最抖最常被嘴的还是那套全车系标配的 48V 轻油电系统。台湾夏天热，市区通勤又塞，大家最怕几年后亮引擎灯上课，过保固换一颗电池可能就要10几万。这就是为什么前面说这台车开了3个月或几年后可能会让你开始担心跟怀疑人生。反观2026年式的 Lexus RX， 它在台湾给的动力阵容基本上是为了解决好爸爸各种生活痛点而生。纯汽油的 RX 350用的是 2.4 升4缸涡轮引擎，拥有279匹马力和 43.8 公斤米的扭力，开起来的爆发力其实比基础款的宾士还要更饱满一些。但全台湾卖的最好的神车绝对是 RX 350H 油电版，它用 2.5 升自然进气引擎搭配油电双马达，综效马力250匹。虽然看数据好像没有宾士那么爆裂，但靠着 Lexus 傲视全球的油电技术，起步马达补上扭力那一下，在台北市、台中市区这种走走停停的路况下，开起来超级轻快安静。更重要的是，油耗表现好到会让隔壁开宾士的羡慕死。如果你想要凶悍一点，台湾还有顶规的 RX 500HF Sport Performances 2.4 升涡轮油电，综效371匹马力，0-100加速一样是 6.2 秒。
这是 Lexus 专门做给那些想要有跑车性能但又不想买硬派跑车品牌的热血好爸爸。这两台车开在台湾的高架道路、市民大道或是补丁特多的拉力赛级路面上，路感完全不同。宾士 GLC 的路感，底盘调校偏向沉稳，压过坑洞时那种吸震的厚实感非常高阶，开国道大弯道时支撑性很好，非常放松。它是赢在如果你选了插电油电 FEV 可以用合理的价格换到极大的纯电续航 Lexus RX 的路感。虽然这一代 RX 换上了新底盘，路感变得比前几代更扎实，过弯侧倾变小，但它骨子里依旧是台舒服的家庭载人沙发。它压过台湾那种烂路或减速带时过滤震动的表现非常温柔。它赢在动力选择非常多元，有纯汽油，有标准油电，有高性能涡轮油电，你可以完美根据自己的生活步调选规格。最关键的是，台湾车友在 Mobile 01一致好评的就是它的妥善率，基本上你不用懂车，它就是坏不了。动力与新科技赢家，宾士 GLC 前提是家里能充电，选 350e 插电油电最爽，多元选择与省心赢家。Lexus RX 不想跟保养厂赌人品，只想在台湾塞车日常中享受油电的顺畅，省油与极致妥善率，选 RX。接下来这部分是全台湾大多数汽车媒体和车评都刻意避而不谈，但也是最重要的一环，因为很多台湾车主在交车几年后，荷包有没有大失血，会不会被当韭菜，关键通通在这里。讲到保值度跟妥善率， Lexus 在全台湾的汽车市场几乎是神话级的存在，这绝对不是单靠原厂的行销广告，而是常年翻开 PTT 车版和 Mobile 01。台湾车友几十年来用真实血泪累积出来的护体神功，特别是 Lexus RX， 它在台湾豪华休旅车级距离基本上就是妥善率这3个字的代名词。Lexus 能做到这点，是因为他们的工程哲学非常保守且务实，他们绝对不当第一个白老鼠去抢用不成熟的新科技，他们宁愿让欧系品牌先在前面冲锋陷阵，帮大家上课测试，等科技发展成熟稳定，保证不会坏了， Lexus 才会把它放进车里。这对你身为台湾的买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不需要动不动就请假开车回原厂喝哈根达斯，也不用每天开车都在担心哪颗引擎灯又会亮起来。最夸张的是它的二手残值高到吓人，在台湾 RX 只要一进中古车市场，基本上都是被秒杀的，保值神车开几年卖掉，那残值可能都还够你付一栋房子的头期款。反观宾士 GLC， 它的后续养车成本和可靠度就显得非常复杂了。宾士把所有最新最炫的黑科技通通塞进 GLC 里面，像是很炫的进阶智慧驾驶辅助、高复杂度的 MBUX 系统，还有前面提到 48V 轻油电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架构，科技感确实拉满。但站在机械的角度来看，电子设备和复杂系统越多，代表可能坏掉，需要维修的潜在痛点就越多。GLC 本身不是一台烂车，但如果比可靠度，它在台湾车友的眼里真的没办法跟 RX 站在同一个天平上。在台湾的车友社团最常看到的警告就是德系豪华车过保固之后，那个维修工单的数字会直接让你怀疑人生，因为台湾的工资和德系原厂零件本来就贵，一旦过保固 GLC 稍微大一点的维修或换晶片，那个价格随便都是 RX 同类型维修的2到3倍，到时候就不是回原厂和哈根达斯能解决的，那是真的会让你的荷包痛到滴血。如果从妥善率、后续养车成本以及台湾最现实的长期残值保值度来看， Lexus RX 毫无悬念，完完全全直接把宾士 GLC 压在地上打。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在台湾车市真的不是普通的明显。讲到空间和日常实用性，这两台车都是标准的纯5人座设定。虽然两台车在台湾都被归类为家庭中大型休旅，但如果你真的去比后车厢跟后座的空间细节，你会发现两者的强项完全不同。首先是后车厢，宾士 GLC 后座未倾倒前大约有620公升的容积，如果把后座全倒，可以直接扩充到1600公升。Lexus RX 后座未倾倒前大概是612公升，后座倒放后则可以扩充到大约1300公升。你可以发现，如果只是平时载全家人出门放行李箱，两台车的后车厢容量其实差不多。但如果你是露营重度爱好者，每次都要把大帐篷、蛋卷桌、行动冰箱通通塞上车，或是需要载大型货物，那宾士 GLC 后座倒放后的总容积明显大上许多，在载物机能上稍微略胜一筹。至于后座乘客的膝部空间，两台车的表现其实不相上下。在台湾车友社团里，大家对这两台车的后座评价都很一致。如果今天是一个180公分的大男人开车，后座再坐一个
180公分的成年人基本上虽然不会到宽敞到可以翘二郎腿的地步，但日常通勤长途坐下来绝对都是及格舒服的。不过宾士 GLC 有一个加分项，就是它的全景天窗，台湾很多高阶版都有标配或选配，这会让车室内的采光和开阔感变得更好，坐起来比较不会有压迫感。最后有一个最关键最贴合台湾家庭买家的重点，你一定要知道，很多好爸爸想买 RX 是以为它跟前几代一样有出3排7人座旧款的 RXL， 但在这一代的 Lexus RX 原厂已经完全取消了3排座版本，也就是说现在的 GLC 跟 RX 都是纯双排5人座设定。所以如果你家里是大家庭，过年过节有一定要载满7个人的刚性需求，那这2台车你基本上通通不用看了，直接出局。你得去看大1号的车款，像是 Lexus TX 或宾士 Gallo 才对。再来，我们要聊聊最现实的预算与保值度。2026年式的基础款宾士 GLC 300国外空车价大概是$50,700起跳，但相信我，在台湾买宾士你不可能只买标配，因为它的选配地域是出了名的。如果你想把4轮驱动、4Matics 全景天窗、智慧驾驶辅助套件，还有质感更好的顶级皮革座椅通通加回去，一辆配备到位的 GLC 300随便都要$57,000到$62,200左右。这就对应到台湾总代理办到好，价格基本上直接落在新台币274万到319万元的区间。至于最高阶科技感满载的插电式油电混合版 GLC 350E，国外起步价就要$62,200，引进台湾价格预估会冲破330万台币，而且如果你继续勾选配，价格还会像坐火箭一样往上冲。反观2026年式的 Lexus RX， 定价策略就显得佛心非常多。国外的前驱基础款 RX 350起步价大约是$5万，如果换成台湾人比较喜欢的4轮驱动 RX 350 AWD 大概是$52,500，在台湾纯汽油版大概是246万台币起，而全台湾卖到翻掉的主力油电款 RX 350H 国外定价落在$55,000上下，台湾总代理价格大约是256万到278万台币。至于那台性能极致暴力，可以跟欧系钢炮对决的顶规 RX 500HF Sport Performance， 国外开价大约是$68,000，台湾总代理定价则是361万台币。如果你把这2台车的售价摊开来看，就会发现一个非常现实的差距。同样的预算下，买入门款的 Lexus RX 原厂给你的标准配备就已经是大满配了，你根本不需要像买宾士那样，为了全景天窗或安全辅助，还要不断自掏腰包花个10几20万去选配那些本来就应该包含在车架里的基本功能。最后我们一定要来谈谈二手残值 residual value， 也就是几年后你把车卖掉时，这台车还值多少钱，这直接决定了你买这台车随着时间过去，实质上到底亏了多少钱。这是非常重要的财务考量。在台湾的中古车市场上， Lexus RX 的保值度是常年把宾士 GLC 按在地上擦鞋的。举个例子，一台开了3年的 Lexus RX， 它转手时的中古车价占当年新车价的残值比例，绝对会远远高于一台同样开了3年的宾士 GLC。开宾士虽然前3年让你风光无限，但折旧的痛也是真的痛，而 Lexus RX 则是会用它惊人的高残值，在你换车的时候，把当初的真金白银好好的还回你的口袋里。好了，听完上面的全面拆解，最后我们来做一个最诚实的总结。如果你追求的是最前卫、科技感炸裂的数位内装，而且你家里可以装充电桩，想要体验那种纯电续航里程超过80多公里、50英里，完全不用花到一滴油的超强插电式油电科技 FEVA， 同时你又无比着迷于欧洲车那种优雅现代的顶级质感，那2026年式的宾士 GLC 就是你的天命之车。它非常适合热爱新科技、追求精致操控路感，而且心中打定主意车子开个3年，一过原厂保固就要马上换车的人。但是如果你想要做的是一个更聪明、更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长期财务决定，你想要的是一台妥善率无敌、每天通勤用起来最顺手、按钮最好按、动力选择最丰富，而且几年后卖掉还能帮你省下一大笔折旧损失的保值神车，那2026年式的Lexus RX 毫无疑问大获全胜。对全台湾绝大多数的实际买家来说， Lexus RX 其实才是那个更值得你签下去的选择。它后续的养车成本超便宜，几乎不会坏。未来你想换车卖掉时，它还能帮你退回更多的真金白银。而且它在台湾的日常用车环境里，天天开真的非常舒服。简单一句话，买宾士 GLC 是因为你太想要它了，而买 Lexus RX 则是因为它最划算、最合理。而且等你真正开着它生活之后，你也会无可
自拔的爱上它。如果今天这支对决影片有帮你解开选择障碍，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我们下一支精彩的车评对决。我们下次见，拜拜。